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，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摆渡。朋友们不知道是不是有同感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好像什么道理都懂，但做起事情来总是不尽人意，在知与行之间，仿佛隔着一座很难逾越的大山。我们也可以想一下，自己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你知道学习的重要性，计划看一本书，却发现你的手绑在了手机上。你了解健康的重要性，决定坚持跑步，却发现自己被封禁在沙发上。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却发现自己总是在做相反的事情。曾经有多少次发出感叹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就是做不到。又有多少次我们反复告诫自己要行动，要坚持，要自律，要养成好习惯，过了几天才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故态复萌。在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，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成本大大降低，每一天我们都处在海量信息的包围中，摄取着各种原型、模型、规律和方法论。但不妨扪心自问，这些东西我们仅仅是知道，还是真正的学到？学到了，又是否能在行动中得以应用及发挥？我们只是在积累它们，还是真正改变了自己的习惯？这也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思考的问题。如何才能把知识真的应用到实践中，而不只是停留在又学到新东西的新鲜刺激和精神愉悦上？电影《后会无期》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，听过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问题，因为它毕竟是反人性的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解的。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存在知易行难的情况。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·海特的著作《骑象人和大象》一书中，我们的理性思维和内在动力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：大象和骑象人。大象代表我们的情绪、潜意识，力量非常强大，但常常做出不明智的行为。骑象人代表我们的理智、思维和观念。思维意识就如同一个骑在大象背上的人，手里握着缰绳，可以指挥大象转弯、停止或前进，但只有大象愿意的时候才能指挥大象。如果大象有了自己的欲望或者不愿意，骑象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只有理性和情感携手合作，人才会表现出聪慧明智的行为。但是大象仍然负责大部分工作，骑象人更像一个顾问，随时给大象提供建议，而最终是否采纳决策权在大象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假设你要参加一门考试，已经交了3000块钱，考试时间是下个月的今天，对考试内容你有一定的了解，但不够系统，你有一定信心，但也不能说100%会通过，这就是背景。你会立刻开始安排复习计划，从明天开始备考吗？对于很多人来说多半不会。现在把时针拨到1个月后，你从睡梦中醒来，蓦然惊觉明天就要考试，而你什么都还没看，恰好今天又是周末，那么你是不是会立刻起床细数多少读点材料，做点题，尽量增加通过考试的成功率？现在想想，我大学期间应对各种考试也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时间。我们知道做一件事本质上就是动力、阻力的博弈。那么你不去做一件事情，无论背后有什么原因，归根结底一定是因为去做的收益比不上成本。但在上面例子中，收益和成本是完全相同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呢？原因在于这里面的时间因素扭曲了我们对收益和成本的判断。我们的大脑难以处理长期的信息，因为这里面隐含着太多的不确定性，所以我们会倾向于把长期的权重降低。无论收益还是成本，只要时间足够长，我们都会倾向于认为它不太重要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就叫做时间贴现。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双曲线贴现模型来描述时间贴现。可以看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对收益的感知是下降的，且称双曲线趋势。这就是知易行难背后的本质原因。我们之所以不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，是因为它的收益被时间所扭曲了。不但收益和成本会被扭曲，风险也会被时间所扭曲。经济学家米歇尔·沃克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灰犀牛。什么是灰犀牛呢？想象在一片大草原上，在你的远方有一头笨重的、臃肿的、迟缓的犀牛，你一定不会过多的去在意它，但它一旦向你奔来，其笔直的路线、强大的爆发力会令你猝不及防，被它扑倒在地。米歇尔·沃克认为，许多危险并非没有征兆，也并非突如其来，它们其实一直潜伏着，也是可以预见的。但是对时间的错估和盲目乐观，使得我们对它们视而不见，导致风险到来
来时，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。像08年的金融危机其实就是会犀牛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击鼓传花的游戏不会无休止的玩下去，最终一定会到某个节点断开。但信贷和经济的蓬勃上升，让大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。每个人都想着我能逃出去，但洪水到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逃命都是徒劳的。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其实也是会犀牛，比如我们都知道长期缺乏睡眠会导致很多问题，比如注意力衰退、记忆力下降，乃至阿兹海默症。但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些负面影响太迟缓了，我们感觉不到，也就不会有切身的动力。真正能让你惊觉我要改善睡眠质量的是什么呢？是头疼。一熬夜就头疼的人最能坚持早早入睡。再比如理财和预算控制，花钱消费带来的愉悦感是即时的，而省下来这笔钱你并不会有很强烈的正反馈，不会有成就感，甚至不会有任何差异。两相权衡，我们当然会倾向于消费，于是不知不觉钱就这样花出去了。而什么情况下省钱会有动力呢？要么是偿还一笔债务，你能看到它一点一滴的在减少；要么是攒钱买一个东西，你能看到进度条慢慢前进，这才能带给我们动力。所以这些问题不能单纯的归咎于自律性差、缺乏坚持、意志力弱、行动力低，也不能归咎于懒散和消极，因为从上面的分析来看，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原因。最本质的原因是要克服时间贴现，理清楚收益和成本，让自己看到每一步的前进和成长，这才能从根本上驱动你去行动。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更愿意去行动呢？星河在这里整理了4种方法供朋友们参考。1. 抛弃漫无目的的思维。正如开头所说，我们很多次告诉自己要自律、要上进、要按计划行事，不能再荒废时间，但我们指挥的那头大象依然不听使唤，我行我素。原因其实就是我们的思维是无法落空的，它一定要有一个焦点。举个例子，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白象效应，给你5分钟想什么都可以，但唯独不能想白象。结果呢，这只白象会不断地闯入你的脑海中，怎么驱赶都赶不走。原因就是我们只能控制自己想什么做什么，是没有办法要求自己不想什么不做什么的。同样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是如何平复情绪的呢？是告诉自己不要生气吗？不是，更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想我不能荒废时间，我不能打游戏，我不能刷抖音，而是要去想为了什么目的，我需要做什么。改变坏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新的行为去代替它，并持续不断地产生动力。具体来说可以这样做，想象愿望满足后的场景，你对生活一定有某些期待，也一定有某些需求不能满足，比如最简单的不上班。那么你不妨想象一下这些需求满足之后的场景，越具体越好，不要停留在不上班这样虚无缥缈的描写，尽量把它具现化出来。比如不上班之后你想要做什么，如何安排每天的时间，试着列出一个清单，最好安排每一个具体的细节，这个场景越具体明确，对你的激励作用也就越大。描绘出这个场景之后，下一步就是对其进行分解，去找出想要实现这些场景你需要做什么，这就是你的大目标和小目标，把它们列出来，再一个个去攻克。你会发现比起最开始懵懵懂懂的状态，现在你起码已经有了方向。2. 从1分钟行动开始。很多人给自己定了过于复杂的计划，比如每天要读2个小时书，背50个单词，读2篇英语文章，写1000字，诸如此类。这样的计划先不说其可行性，至少存在2个问题。1. 它让你每一天都疲于奔命，从内心里感到畏惧，因为你每天所想的都是今天我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。2. 偶尔有1-2天没有完成任务，就会成为压力，会让你感到挫败感，很容易就沮丧，从而难以坚持下去。正如一直强调的，越精密越复杂的系统，它也就越脆弱，因为越精密就意味着它的结构、节点和连结越多，哪怕一点点的意外都很容易造成系统的崩溃。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从最简单的系统开始，通过一点点的积累，慢慢对其进行优化改造，最终实现一开始规划的蓝图。哪怕它花费时间更长，走弯路的可能性更高，但同时它的稳健性也会更强。这就是1分钟行动，不要给自己设定复杂的计划，而是从1分钟内可以上手完成的动作开始。比如我要开始做时间管理的时候，用待办清单记录了很多任务，但问题在于我还没有养成看待办清单的习惯，导致根本起不到作用，怎么办呢？我不会立刻要求自己改变整个工作习惯，而是从最简单的地方着手，在我的房间的门上贴一张便签，写着看待办清单。这样一来，每当我想外出的时候，看到这张清单就会掏出手机查看外出事项，然后把所有需要带的东西、需要买的东西全部准备好，在脑子里简单做一个计划再出门。直到这个习惯完全吃透消化，不需要再提醒了，我再在电脑前贴一张便签，一坐下来就打开待办清单，
这样一来，当我工作一段时间，站起来休息或者喝水、散步之后，看到便签就会立刻打开待办清单，把完成的任务勾掉，看看还有哪些事情要做，做一个安排。这样慢慢的，我就会把待办清单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，让自己彻底的把它内化。其实任何习惯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，比如读英语文章，不要给自己设定看2篇英语文章的任务，要告诉自己每天睡觉前打开英语 app 随意看看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1分钟行为，不需要任何成本，因而也就没有任何阻力。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就是我们都有保持当前状态的倾向，所以打开 app 之后，你多半不会直接关掉，而是多少随意看一看，这其实也就起到了效果。然后再慢慢加大剂量，一直到你习惯了睡前就打开 app 看2篇英语文章为止，这就是一种对自己优化迭代的过程。3. 用产出倒推行动。习惯之所以无法坚持，一部分是因为缺了奖励这一环，因而难以持久运转下去。那么如何激活奖励回路，让自己获得反馈和成就感呢？最重要的是看到对自己和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，简而言之，也就是自己产出了什么。所以无论做什么计划，养成什么习惯，你都要去思考，我这样做可以产出一些什么东西，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。学习理财是否可以以拟定一份有效的家庭投资方案为目标，每个月的理财收益就是直接的产出。学程序开发是否可以从写一个爬虫抓取自己感兴趣的数据出发，代码的实现，程序的运行就是直接的产出。读书获取知识，你是否可以想着我可以把它交给别人，跟别人一起分享，朋友的感谢和称赞，自己的成就感就是直接的产出。产出不一定是具体产物，也可以是虚拟的，比如满足感、自尊心、存在感，也可以是别人的感谢、认可、称赞和肯定。如果找不到直接的产出，我们也可以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，比如一起去锻炼身体，一起学习英语，一起研究象棋等等，甚至可以拉个群，每天在群里打卡，更新进度，分享心得，相互激励。这也是一种产出和回报，它会不断强化你的存在感和成就感，使得你能够持续努力。所以找到自己的产出，从中获得正反馈，如果没有，就给自己创造一个。4. 以量化代替定性。如何才能察觉到灰犀牛呢？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收益、成本和风险量化，用量化的思路去思考事物。比如缺乏睡觉可以导致阿兹海默症，但这么一句话是没有太大威慑力的，也不会立刻让你觉得我要提高睡眠质量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不妨试着想想，连续3天睡眠少于5小时，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就提高 0.1%。这个数字当然是随便写的，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科学性，但没有关系，重点是你这样一写，缺乏睡眠和阿兹海默症之间的关系立刻就被你具象化了。你每次熬夜睡不好，就能够意识到你在不断的加重后者的概率，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摆脱时间贴现的影响，直观的看到收益和成本了。同样，你可以给自己英语阅读能力设定一个量化标准，比如今天我能够读多长的文章，阅读1000字的文章所需的时间，我能看懂无字幕美剧的几个片段。每一次强迫自己去锻炼积累，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，你会直观的看到自己的进步，这会成为不断鞭策你前进的动力。而且通过这样一个个有趣的小挑战，你会发现很多看似枯燥艰难的事情都变得轻松了许多。量化的东西是最直观的，也最容易让人信服的。前面提到的骑象人与大象，虽然骑象人更聪明更理智，但是如果不能把信息很好的传递给大象，或者说给大象传递的信息不能让大象信服，大象当然不听使唤。如果将收益量化、成本量化、风险量化，大象是很容易权衡得失利弊，顺着骑象人的思维执行的。这4种方法其实就是给我们建立一个有利于实现自己目标行为的空间场，通过自我激励和外界的激励来改变自己深层的观念，最终实现行为。知与行之间的确隔着一座很难逾越的大山，但很难逾越不代表无法逾越，只要我们想提升，有毅力，方法对，一定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